嗨，今天这个周呢，就是我们的最后上课的一个周了。然后呢，我今天呢，主要是带大家讲一下，就是有关于这个细化的这个部分。然后除了这个细化的这个部分呢，再去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关于质感啊，还有这样子调节的一个部分。然后就是稍微拿同学们的作业去做一些参考哈。OK，那到点了，就让我们开始吧。OK，那么今天的课程呢，先跟大家说丰富画面细节的办法，再就是不同质感的刻画塑造，然后还得是后期特效，其实就是我自己的一些，也不能说是后期特效吧，就是说你自己一些骚操作吧，就那种。再就是明天的重头戏就是关于我们这个课堂作业的这个讲评。OK。那么说到丰富画面细节的办法呢，首先呢有这样一点，就是我从这几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内容上，这个样子丰富主体内容，通过给主体加细节去丰富内容。然后塑造上呢，哎，你把塑造的所有的这个面儿，这是一个面儿、两个面儿、三个面儿、四个面儿、五个面儿、六个面儿，你把这六个东西都做完了，哎，你的塑造就起来了。再就是第三个，明暗面的准度、肌理和贴图，色彩上就是藏色渐变，层次上形状的区分、大小的区分、前后的区分、动静的区分，这些东西呢，我之后我会一一跟大家讲到。大家先看这个东西，就是脑子里头先进行一些思考。然后我们先来看关于这个内容上的。内容上，首先说内容应当具有复杂性，并且是有层次的复杂。它是什么？我经常看，我之前看有很多同学一开始画画哈，他为了让自己的画显得非常的厉害，他会画很多很多东西，但是这些东西他做的也没有美感，他也没有设计，也没有思考，就是单纯的堆砌了一张看起来很累人的图，但是就是它是有冲击力，但是看起来也很累，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无论是做的很简单，还是为什么说有层次的复杂？因为我们画图无论是简单与否，我们最终要追求的一个最终效果是什么？是美感。如果说它这个复杂，它失去了这个层次的话，它就失去了美感，它就与一开始的这个背道而驰了。所以说是有层次的复杂。然后这个层次怎么体现呢？比如说大小关系的区分、材质的区分、趋势的冲突。大小关系区分，哎，我有同学说，其实可能看不太懂我在讲什么，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子。画图吧，比如说像这个同学哈，首先第一点是什么？就是我说从画面上来说怎么细化。第一个是它这个画面本身，哎，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画面。你说它简单吧，其实啊，你看它这个地方它画了那么多发丝，哎，它还有这个什么这个飞鸟或者什么这个东西，它这个主体人为什么会觉得简单呢？是它什么？它的层次太简单了。就是第一个是什么？他画的东西不多，然后再是什么？层次比较单一。东西不多，先怎么说呢？就是虽然我画了很多这样的头发，但是我可以看到，就是从质感上我没有做出任何的区别。比如说这个是金属的质感，这个应该是什么质感我也不知道。就是它所有的东西，它用的都是一样的笔触，用的都是一样的黑白关系来刻画的，它这个本身就很单一。然后呢，再就是说什么？再就是说层次上，我们可以看到哈，它本身像这个头发的回旋，这个样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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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旋。但是我们仔细观察它头发的这个粗细，它都是差不多的，它会给人一种就是很累又比较疲劳的感觉。如果说要我来改的话，那我肯定我会去把这个东西给它做一个更大胆一点的分别。哎，经常画的同学在不在呀？我想问一下，交这个作业的同学在不在？哦，而且看一下哈，就是你的这个笔触给的都是这样，就是这样，这样，
这样，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这种笔触。其实你需要把这个弧度啊什么东西的给的更加的微妙一些。比如说像我这个地方哈，比如说像你这个地方是这个样子，不是，你这个地方是这个样子，你这个地方这个样子的话，你这个时候你脑子里就要有区分了，就不要我这个地方这个样子，我这个地方还一个样子，而且它俩这个粗细都差不多。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样子？我会，你看它一开始它不是这样子走向吗？我会给它反过来，我给它这样子。我会给它一个这样子的走向，然后这个更粗，这个更细，它是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区分的，它不是这个两股绳差不多的这种节奏。你看这两个节奏其实差不多。我把这个地方，既然它俩这个形状节奏差不多，那就把这个地方卡得更细一点。啊，我知道你在，同学，我知道你在。可以看到你现在这个发丝是什么？有一部分是往这个地方发散的，有一部分是往这个地方发散的。有一部分是往这个地方发散的，有一个部分是往这个地方发散的。它这个就是势跟势之间的区别，就它这个头发的走势的区别。之前你头发的这个走势太单一了。OK，然后再说复杂的话，比如说再去怎么去给它就是创造一种精细的效果，它的这个笔触还是相对来说都太大了。像你看它这个地方，哎，它创造了这样子一个手势，它是给画面去增加了一点精致度的，但是它又加的这个位置它太隐晦了。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去给它这个画面加更多的这种精致的感觉？我去把这个地方的形状做得更复杂、更多变。它比如说，哎，有一些印花啊、这种雕刻啊什么的，在这里形成一个暗面。比如说这个地方，哎，加一个这种手臂的这个装饰，然后它给的比较细，它的纹路、花纹。然后比如说像是这个衣服上也可以去添加什么印花。然后比如说头发上，哎，去增加这个头饰，这个头饰呢也是做的很精细和复杂的，因为其他地方它都相对做的比较平。
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从这个层次上和它本身的这个内容的复杂度上去给画面去做。可以看到我没有动任何其他的地方哈。但是就是什么？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你加了很多的这种对比啊，加了很多这种很精妙的这种，就很精细的这种细微的这种变化，它会给整个画面，它就是可以看到它层次感明显比之前要强了更多。OK，这就是我一开始说的这个意思。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如果物体的本身呢，它不具备特别可以刻画的属性，那么应该做好从其他方面增强物体质感的心理准备。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两幅图，这一幅图它是相对来说什么？相对来说它本身的这个，它这个细节对比一下这幅图，相对来说它是没那么密集的。看这幅图哈，它本质上你看，它基本上没有阴影，只有勾线和固有色。可能背景这个部位画了一点阴影，但主体人物它的阴影其实真的是很少。那它取而代之了，它在什么地方上丰富了？它在它的内容上进行了丰富。可以看到它背后的这些细节啊，这些细节啊，然后呢，这个主体身上的这种细节啊，这种对比啊，非常精致这种对比。那么反其道而行之，如果说我们本身，哎，我不打算画一个什么多复杂的东西，我也不打算这个主体上有多少的细节，我只是打算让它这个东西，哎，我只是简单的画一个肖像或者干什么的，那你就要求什么？你就在其他的地方。就是做好心理准备，比如说，我要么是我加肌理，我要么是加体积，我要么是加光影，我要么就是，去加它这个层次的这个多少。总而言之，就是你一个地方缺少，另一个部分一定要有一种要补回来的意识。然后比如说，就是你一开始画图，你看哈，画一本合上的书不如画一本摊开的书，画一本规整摊开的书不如画一本错落摊开的书。比如说，你同样的你是要加光影，你画一本合上的书，这样子，就跟个什么一样？就跟你画一个四四方方的这样的一个立方体一样，它没有多少的这个内容可供你刻画，除非什么，你在这个书上，哎，我去加更多的这种细节，比如说它有花纹啊，它有浮雕啊，它有印花呀，然后再就是什么，画一本那个什么这样的书，你还不如画一本摊开的书。看这个样子，哎，它底下有这个叶子，有这个书脊，然后这个书脊上这个脊叶上，哎，它可能它会产生就是更多的这种。它这种变化，它这个阴影的形状呢也会更加的有意思。然后呢，你还可以什么进一步的，比如说我这个书页，哎，我错落的这种散开立起来的这种书。如果说我不需要这两种书，我只画原来这个书，那么而且只画一个很朴素的书，那么我在这个书上怎么样？我要观察我这个书页，哎，它这个页边它这个东西有没有厚度啊？它是什么材质的？它如果是这个皮革的材质，它这个地方有没有细微的高光啊？然后它本身它上面有没有一些就是坑啊洼呀？比如它是一个扭年的，它有没有起伏呀？就是通过观察这些东西，然后呢，让你整个画面去进行丰富。比如说，它如果这些都没有，它只是一本很普通的、很新的一本书，那么你再去进行刻画的时候，你比如在想，哎，我可不可以给它加一下更强的光影，或者说就是什么，我色彩上可不可以给它进行藏色？总而言之，就是一些东西没有，你总归是要用另一些东西去补回来的。你整个画面是一个，就是这些地方强度都要达到。OK。让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张图。这张图你看它典型的这个是平图，完全没有任何的阴影，没有任何的体积塑造。但是呢，它首先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渐次的把它视为纹理。可以看到哈，这些小方块啊形成的这种肌理，它首先它有一些这种肌理的这种排布，然后可以看到它色彩的这个对比的这个应用，这种对比色，然后包括这种色块的这种大小，跟这个最小的这个线条，就是能被我们所识别到的最小的这种交织的这种线条，非常细腻。可以看到同学们，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你画面本身的内容很多，所以说你即使哈，你不用去给它做打光，你不用去给它做塑造，你本身你的画面仍然是很优秀的。包括你看那个木下的这两张这个装饰都是类似的。然后这个呢，就是有我刚刚的给那个同学演示在的意思。第一个是什么？它具有一定的，我们可以观察到哈，它是什么？它的这个体积，第一个是它体积在。第二个是什么？它整个画面它特别精致、特别精美的什么，在于这些地方的这个印花，这些首饰，我们可以看到它首饰它是，虽然我画质已经很糊了，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到它这个金币上的这个浮雕，它这个那个什么编织成来的这个金带一座一座这种编织的这种感觉，
都保留下来了，包括是什么？每一个珠子它完整的这个高光、亮面、暗面、明暗交界线，可以看到哈，每个珠子的明暗交界线都进行刻画了，包括什么这种发丝的这种小发丝的这种地方，就是通过什么？就是通过这种层级给它压的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小的细节，把它整个这个层次一下就拉开了，会显得这些地方非常的什么精致。就是我这些地方的笔触可以大，我这些地方可以相对放开一点，但是像这些地方，我要给它刻画了什么？给它刻画的很细，给它画的就是对比比较强，比较繁复，它会使整个画面一下子有种精致的层次感。可以观察到，也是类似的这种，像这个画面就非常简单，但是它的构图和它的这个。它的构图是非常的这种简单的，包括它的这也没有什么特别强的光影，它强在哪里了？它强在了体积，以及什么？以及这种拉开的层次上，也是大的规整的，配一些就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些细微的蕾丝呀、珍珠啊，可以看到哈，就是它这个已经变成一个个像素点了，就是已经细致到这种份上了，就是极大加极小，创造出来的精致的层次感。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也是这些地方就是什么极小，它所以说它给整个画面添加了很多的这种层次的这种感觉，包括像这种画面，像这些它本身通过这种纹理去添加整个画面更小的这种层次，同学们都是可以去借鉴起来的。为什么？其实有一点哈，为什么人类喜欢这种珍珠珠宝？就是为什么会喜欢这些矿石呢？因为它们本身切割之后，它们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它们可以产生什么很复杂的关系。它会使一个人望上去，就是我虽然包括什么这种刺绣啊或者什么，它会是我虽然就我这个人的体块分割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在人身上这么小的一个空间内发生了一些很复杂的这种关系，它会显得这个人的这种层次感，就是非常的鲜明。它带来的什么信息量也多。OK， 我们看到，如果是说场景中的话，我们需要去考虑哪些内容？比如说，前景、中景、后景的安排。假如说同样是一个场景哈，可以看到，大家也是找一个同学的这个图来讲吧。像这个同学，他其实他有一点就是值得表扬啊。第一点是他整个画面很干净。然后呢，他有意识的他去做了一个前后的区分。他有意识他去做了这个层次。你看前景这个手，然后呢后边这个是虚化的，然后呢就在后面呢，它是一个这种肌理啊或者什么，它其实很多地方都做了。然后这个头发的这个走势也很不错，做的整体这个画面还是做的很不错的。然后比如说经常的很多人他要追求那种电影感的话，他可能这个地方他就会直接就是什么去焦。不是渐变映射，就是追求相对电影感一点的这种效果。就是前景非常的这个显著，然后后边这个虚焦，然后最后的这个远景呢，当然它这个是一个类似于这种背景东西，它也不算是远景。进一步的虚化，可以看一下哈，这个就是什么？你去利用这个去做层次感，就是前景、中景，然后最远的这个感觉。
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像这张图片，它前景、中景、后景的安排，前景是直接什么？前景是直接虚化的、去焦的，在这个样子。然后它就是什么？到这个地方就是人物这个背景，它是在最后边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比如说你看哈，这种光点其实不要小瞧的这种光点。如果说你这些地方你不去加这种虚焦的，这种光点，你整个画面它其实它是很不透气的，因为它全都是很暗很暗的这个，而且这种光点它会提供一种想象感，就想象我这个地方是有物体的，虽然它已经模糊的只剩光点了，但它仍然会带来一种氛围感。我们看这一张图，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是中景，这个是远景，它这张画面它其实就是缺少一个很近的一个前景。如果说是画插图的话，它可能经常会给安排上一个前景，比如说它这个东西很暗。给中景稍微的提亮一点。通过一些勾边去强调他们这个现在它是这个位置画面焦点的这样子一个关系。然后这个地方它作为前景。再给它稍微虚化一下，有一点的这档关系。这个是什么？这个其实就是很多画图哈，它经常会采用这种办法，就是它刻意给它去创造一个前景、中景、后景。这选错了，算了，我就不模糊了，它已经那个吹不了了，那就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就行。就是对焦跟失焦的选择，像我刚刚这个图片，就是我如果说我要给它进行对焦的话，对焦的应该是中间这个，它的远景和它的前景都需要模糊。然后这一点强对比、弱对比的安排，同学们观察这张图片哈，就是在这张图片里头，它的强对比在哪里？它的强对比在这里。为什么说这里是强对比？首先观察它这个地方，它的这个节奏，这些地方。它的这个玻璃制品我们都知道，它本身它是具有很多的这种反射的。那它反射的高光和它这个很暗的这个环境，包括它这个地方它的给的节奏非常的繁密，然后它的这个形状切割，对比一下背景的这个飞机，是不是这个背景的飞机的这个形状切割更为整体？这些地方的形状的切割更为复杂。所以说这个地方它是强的对比，然后呢，它作为一个远景远过去，它需要的是一个弱的对比，包括这个也是，它这些地方，这个地方很亮，然后包括还有很多细节，突然这么一个人，他就是坐在这里挡出了这个亮光，所以说它这个前景，高斯模糊，它是一些弱的对比，然后到这个地方，它变成了一些强的对比。那么我们自己在安排我们自己的画面的时候，我们就要适当的去想到这个强对比和这个弱对比的这个安排了。比如说像这张图片，在焦点周围，
可以给它饱和度更高一点，给它制造更强的对比。然后呢，像这个，如果说是什么，它的背景它需要弱化的话，哎，给它高斯模糊一下，给它制造更弱的对比。OK， 这个呢就是我刚刚所讲的这个内容上的这个，首先要把内容上我们创造出一定的复杂性和层次性，然后我们接着来给大家讲就是塑造上。塑造上的话呢，我们来观察这张图片，这个是那个什么，这个杰森·莱昂德克的图片，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他是怎么去进行塑造。他的塑造都非常的概括，但是同时呢又非常的到位。我们其实可以简单看一下它这块这个地方这个褶皱的塑造，可以看一下哈，这个它是明暗交界线摆在这头，然后呢它具有了一个灰面，然后呢它又具有了一个亮面，它是暗面、灰面、亮面这3个组成要素都已经齐全了，就是都已经全了。我们可以看到哈，像这个褶皱暗面、它的灰面、它的亮面，它是把这个面它画的非常概括而又到位的，包括像这个样子暗面，哎。它的这个投影中间是什么？反光。然后大家注意一点，为什么说，哎，我这个地方我就一个暗面和一个亮面，包括你看，我就一个暗面和一个亮面，为什么说这个地方我又会有什么暗面、灰面和亮面呢？可以去思考一下的，为什么？是因为它们对于光的这个方向不一样。比如说，哎，这是一个圆柱体，我的光从侧面打过来，这个地方是我最暗的暗面，然后呢，这个地方是我的灰面，中间这个地方是它们的这个什么明暗交界线。明暗交界线，哎，它就是在这个中间这个位置。但是如果说我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哈，像它这个形状，它是一个棱儿，它是一个什么？正对着这个，在这个地方，它是这样子去侧过来的，侧着打过来。然后它这个棱儿，它就是什么？它有点像一个圆柱体，但是呢，它本身它又不是真的一个圆柱体，它是一个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当你这个光哈就是这样子，比如说你这种侧着这样子打过来，那它有点类似于这种圆柱体，它有这个暗面、亮面。不，暗面、灰面和亮面。但是假如说，哎，它这个光，比如说我就是这么打过来，我就正对着它这个地方打过来，就是可以理解吗？就是我正对着我这个棱凸起这个地方打过来，那它就剩下2个面，就是亮面和这个暗面。可以感受一下区别，就是我这个光从这边打过来和我这个光和从这边打过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区别。所以同学们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画这个褶皱的时候，很多同学他就习惯什么，我就画一个亮面和一个暗面，这就代表了我的褶皱，可不可以？可以，但是问题是，同学们也要知道，就是它褶皱，它不是说我有一个亮面和一个暗面就能构成褶皱，很多时候我们还要再去补第3个面。而就是最保险的做法，就是你每回画褶皱都补第3个面，这第3个面它会让你的这个立体性更上一个台阶。比如说像是这个哈，就我之前给大家讲过，就是它一张图它分为什么？它分为这个高光、亮灰部、明暗交界线、反光、投影。只要是我们去画某个物体，把这3个关系都搞齐了，那它的这个体积的这个塑造，它一定是到位的。我们先来看这个同学，他说自己的这个手指哈是什么的，总是没有体积感，他想知道他怎么样子塑造才可以到位。我们来看这边，可以看到他这样子一个铺管收过来，它的体积感是从何而来的？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子。在这个西服上面，这个地方是它的高光，哎，
一轮儿，然后这个地方呢，哎，是它的这个亮灰面，可以看到亮灰面，可以看到它的暗部连同着它的投影，它的暗部，它的投影。但是它什么哈？它这个画面中它的反光比较少，因为它的这个光给的都是很硬的这个光。我之前有讲过，它这个光哈，它分为比较柔和的这种光和这种比较硬的这种光。硬的这种光，哎，有点特别适合用于照肖像。比如说你这个光你照进来打过来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它背景它为了跟背景区分开，它还提供了一个侧光。但这个侧光不是反光哈，你如果是反光，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漫射的一个光，它会是怎么样？比如说它看这个地方的阴影哈，这个地方的阴影是最重的，然后这个地方的阴影它由这边慢慢的转轻了。为什么转轻了？就是因为其他地方的这个光可以透过来了。这个夹角它透光的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这个地方哎它空间比较大，它这种各种反射啊，或者是各种散射啊，这个光它慢慢的它就过来了。它就形成了这样子一个阴影的一个变化的这个趋向，但是它这个东西它显得非常的这个婉约，因为它整体它这个光都是很硬的光。如果说是一个比较柔软的光的话，可能它这个反光还会更明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哈，它这个明暗交的线，然后它的高光部分、它的亮灰部它的部分、它的暗部它的部分、它的投影它的部分，它每一个部分它都做全了。所以说它的这个西服这个地方本身。那个什么它这个西服本身的这个质感、这种体积感做的很到位。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同学如何让你这个手有体积感呢？就是想象你的手是一根圆柱体，一个圆柱体。我们先判断一下你这个光是从哪儿来哈。你得先判断一下你这个光是从哪儿来。比如说像你现在这张图片。我们假设哈，它这个光是这样子，是一个顶光，因为我看你底下有阴影，是这样子一个光。那你这个圆柱里，它从顶上打光的话，比如说，哎，那它是这个地方，它受光受的比较多，也就是说，然后比如说再加一个投影，是不是假如说哈，它这个这个东西它反光那个，哎，是不是到这一步，它的这个整体的它这个体积感，它就做的这个差不多了？那你的手指其实相对来说也是这个样子，但是区别是人的手指它不是真的一个圆柱形，它这个面儿它是比较稍微，它不是说每个人的手指都胖胖的一节一节突出去，它这个面儿它是稍微平一点的，所以说导致它不可能就是你真的就全部用这个就是这个圆柱的这种明暗分布去画它。首先把你这个手的这个廓形给它强调一下。OK， 然后我们进一步呢去给你的这个手，我们可以看到哈，它这个暗面主要是围绕在这个两边的，然后它还需要一个什么？一个过渡的暗面，到最后这个中间的这个亮面，添加一个过渡的暗面。
OK，它现在这个样子是做的这个类似了，然后我们再去给你的手的其他部分根据结构来加暗面，比如说这个指关节，指关节它是凸起的，那你是一个顶光，它底下肯定是会有跟着阴影的。然后柔和的过渡一下边缘。像你这个手，它是这个样子起伏的，是这个样子折叠过来的，所以说你肯定上面这个面它是相对比较亮一点的，下面这个面它是相对比较暗一点的，所以说你的指关节这个地方它要做出这种明暗的这种区分。我们稍微高一点。手上跟的这个纹理也要做出这种明暗的这种区分，根据你这个指关节的所在的这个上指关节还是下指关节，它这个位置不一样。强调一下明暗间线。看你像你原来这个手的刻画哈，你只有亮面跟暗面两个面，你没有就是它这个，哎，作为一个圆柱体，它转过去，它边缘勾边的这个暗面。然后给同学们总结一下子吧，就是假设就是我想要什么东西更有体积感，那我应该怎么做？第一个是给它近似的看成立方体或圆柱体。第二个是，如果将你给它就是近似简单化了之后，再确定什么？确定光源方向。第三个是什么？确定二分。二分就什么？代表你有两个面，亮面和什么暗面。第四个是什么？注意，第四个是先说这个吧。亮面和暗面之间要强调明暗交接线。或者说是什么？加过渡面。它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哎，你这个光这样子打在这里，这个地方是你的亮面，这个地方是你的暗面，你中间这个线叫做明暗交接线，对吧？但是有的时候你这个光，它可能它打的它不是那么的，就比如说像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你有一个亮灰面，你可能你还会有一个，你有一个亮灰面，你可能你还会有一个暗灰面。那在这两个灰面之间呢，你就需要就是什么？就是去适当的去过渡一下子。这样子，它就相当于隐约的就创造出来了这个第三个面，它就是比较合理的去转折过去了。你意思就是说什么？你要不就是你要就是强调这个地方的交接线，哎，你要么你就是什么？你把这个地方给它模糊啊，或者是说再加一个面给它过渡过去，转折过去。
第5个是什么？勾边儿。当你就这样子过去的时候，你最底下还是会有一个小面儿，它是受不到这个光的这个照射的，所以说它会有一个勾边的暗面。然后这个勾边的暗面的话，如果说你就是不加过渡面的话，它就形成了一个，它就跟线稿差不多。但是你如果说你想要它本身哈就有刻画感，你就是什么，它这个勾边的面你再去加一个过渡面，或者说你再去模糊都可以，你的选择。像这个样子，哎，你可能你去，比如说再加个投影啊什么的。它的体积就出来了。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什么？最主要的就是这2点。有很多同学就是把这2点漏了。如果把这2点做到的话，那么其他的这个基本上都是可以的 ，OK 的。那么我们再来就是去看一下、品鉴一下的这个CNA 莱昂德克的话，可以看到哈，其实同学们真的就是可以多参考他的话。可以回去搜一下它的这个画集，感受一下它对于这个面的概括。你看暗面、亮面，中间有一个什么过渡的一个面，它的画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可以看到哈，这边有一个勾边的暗面，都是会有勾边的暗面的。可以看到最暗、灰、亮。亮、灰、暗，基本上它的每个褶皱、每个因素全都是齐的。像这个是什么？它这个就是没有过渡，它是什么？它在强调明暗交界线、亮面和暗面，然后这个明暗交界线，它给它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强调。同学们以后可以就是时间原因，我就先不深究了哈。但是我该讲的，我去细化和塑造的这个，就是单纯的去塑造一般的体积的这个地方已经摆在这里了，大家可以之后多练习练习。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一点就是什么？就讲的一点是明暗面准度，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哎，你有一个光源，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一点，但是很容易被忽视一下的一点哈，就是你有一个光源，然后这个是你的轮廓线，比如说，哎，这个是你的袖口吧，这个是你的轮廓线，那么你要怎么去打阴影呢？假如说我这个地方打光，如果说你的阴影打到就是如果你这样子打阴影，它其实什么？它其实它不是，它是无效的刻画，它没有在刻画。那你什么样子打阴影叫做有效的刻画呢？这样子打阴影叫做什么？有效刻画。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子，就是这边的这2边的阴影，它们就是对于这个轮廓线的这个勾连程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你收下来，哎，我这个地方阴影就下去，哎，你再收进来，我这个地方阴影又下去，收进来我就下去，收进来我就下去，而且是什么？我是跟着它本身的这个起伏，这个地方它是这样子收下来，那我这个地方这个阴影的形状就是这种扁扁的，这个地方它是比较蓬的这种收下来，那我这个地方阴影的形状，哎，我就是这样子一个小山丘的一个形状。可以看到哈，它就是什么？绝对就是不逾矩，它本身就是对于脑海中对于这种地方它的走向都是有想法，都是有构思的。但是这个阴影就是什么？我脑海中我只是画了一个轮廓线，但是我对于轮廓线这个内部的结构完全没有任何的构思，就会导致什么？我这个阴影甚至哈，你看这个地方，就会导致我的这个东西它不是连贯的。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是我的阴影，那提示我这个地方
我是蓬起来的，那我这个100它到底它这个蓬起来之后它是要往下走的呀，但是我这个地方它阴影又截断了这个趋势，就导致我这个光蓬了，它是个断的。我同样的一块布料，但是我的东西我画出来的东西是断的，它就会给人感觉不准确，不准确它其实就是什么，它就没有起到有效刻画的这个作用。这个是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哈，像这张图片，它为什么会给人感觉就是它这个光，哎，非常的丝滑，就是非常的，就是让人觉得哎很漂亮的，心情愉悦呢？因为它整体这种光源都是对应的，它这个正好它是卡在这个它这个高光哈，它是卡在什么？卡在它这个转折最尖的这个地方，其他这个地方，因为它本身这个反光这个材质很尖利，其他地方它都会什么被吸收掉，就我这个最尖最突出这个部分。是高光，可以看到它这个高光卡的很准。它如果说这个高光它卡的这个位置不对，比如说我把这个高光卡到这里，它其实它给人的感觉它就会打折扣。当然它这个背景这个图哈，那如果说有同学说，哎，我怎么知道就是这个东西卡的准不准呢？第一个是什么？就是根据你的轮廓线提示。就具体我刚才讲了哈，你的轮廓线，你到底它是走到哪儿的？那你的这个阴影形状就是要对应的，不管你这个轮廓线画的多歪瓜裂枣啊，多歪七扭八，你的阴影形状还是要老老实实的去对应你的轮廓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什么？第二点其实就是方向上。我们知道哈，如果说一个东西它的高光或者说明暗交线，它存在在哪，一定是什么？比如说它是一个圆柱体，那我这个地方打来的这个光，那我跟它相切在哪里啊？我跟它相切在这里，对不对？但假设说，比如说我这样子一个手腕，就是我们统一的都是这样子一个平行光，我这个手腕，哎，我好像就是什么？我在这儿，我的阴影在这儿，也就是说我从这里就是什么？这个光源就是开始收不到我，是这个样子。但是我回头来，哎，我这个地方的阴影突然又在这儿，就是它又变成这个样子射了。就是我们通过这个阴影，我们去反推一下这个光源哈。如果说都是这样子平行的这个光源，那我的阴影应该在哪里？我的阴影是不是应该在这里？但是我说我的阴影突然又变到了这里，那它反推一下什么？它的光源就是这样子射过来。它两个光源的方向就不一致了，它整体画面给人感觉就是什么？给人感觉就比较乱了，那它对应的这种塑造感也会降低。OK， 那我们move on，再讲到就是这个肌理和贴图的这个部分。像可以看的话，我之前我有在讲颜色的时候，我也给同学们讲了这种单一颜色和这种复杂颜色的这种区分。现在呢，就是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关于肌理和贴图。我之前说过，这不是一块颜色，这是织起来的一块颜色，就是形容什么？它这个颜色部分，哎，它就有很多这种交织很丰富的这个细节。同样的，这种效果我们也可以通过肌理达到。在传统绘画中呢，就是你用笔哈。第一个是什么？它用笔它会调的，它这个颜色它可能就是，比如说我画油画啊，它颜色可能就特意我就不会调的很干净，不会混到一个最终色，我会让几个颜色都杂在一起，然后我一刷这个颜色的话，它这个颜色互相交融，哎，它就会刷出一道就是比如说比较复杂这种肌理的这个效果。我们可以看到哈，像它这个打开一看，它内涵的这种杂色是非常多的，这种杂色都不是硬画出来，这种杂色是传统绘画它通过笔触带上去的。同学们可以稍微体会一下的，通过这种笔触的揉搓，可以带出来这种杂色。包括像这个地方，哎，这两个的明度不一样，这个饱和度也不一样，本质上就是它颜色没有特别混的特别均匀，所以带上去之后，它会有一些些微的区别。可以看到哈，它通过这种什么，通过一点一点，通过点彩的方式去组成了一个统一的这块织出来的像布一块的颜色。我们会觉得这个地方，哎，它是黄色，但是它中间也杂织了很多什么一种冷色，它会让整个黄色更加的融入这个画面之中。这个就是我说的织色的概念。同学们可以尝试这种织色的这个手法。第二点就是什么？它是适合平涂和不强调锐利边缘线的画面。这里不强调锐利边缘线的画面是什么意思？比如说，不同的画面它走的是不同的轨道。
你说你平图走这个轨道，然后你再去叠加这个肌理可以。然后你比如说我是一些像这种哈，这种就属于什么？我不强调就是明确的交界线。如果说我强调明确的这种边缘线是什么样子，就是画的很规整的这些。就我必须是什么，丁是丁，卯是卯，这个形状就必须在这里，这个形状就必须在这里。哎，这个就是什么？我去强调它明确的这个形状的这个边线。那我不强调它这个不强调锐利边线的画面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像现在这个画面，我再去给它，比如说创造一些肌理，我把它原来这个形状、这个边线这个地方我打的有点松散，可不可以？可以，因为我本来这个画面我就不追求这种效果。但假如说本来这个画面我追求的就是一种冷静、锐利、恰如其分，就是特别特别的这种规矩的这种感觉，那我再去叠肌理，它就会把我这个道哎，给它稍微歪一歪，它就让我这张图片其实就是离我原来的这种魅力丧失了。所以同学们就是先要想一下自己到底追求的是哪种视觉效果。OK， 这个呢是我之前的那个作业哈，可以看到就是我是在用 iPad 模拟这些都是用 iPad 模拟出来的，就是这种实际的传统绘画的这个效果，可以看到。这个呢是我当时去做的这个肌理的这个图片，然后利用这种肌理这个图片叠加呢得到的这种的这个效果。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下肌理哈，可以看到。做一下肌理，比如说这个在这里的这个笔刷都是我自己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是怎么做肌理的。当然这个倒不是说这种必须得这么做哈，它就是一个相对这个推荐。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我专门去添加了一些这种，它背后哈这个笔刷我给它去贴了一些图，这个图是我自己拍的照片，哎，像这个样子，稍微的去给它散加一下子。再去比如说用一些形状比较奇怪的这种笔刷去。然后复制一个图层，给它稍微的这种旋转跳跃，闭着眼一下子叠加一下子，任意叠加某种效果，比如说叠加一个差值的这个效果，线下合并，再复制一下这个图层，给它进行一些渐变映射，再去选择一种效果，先点击蒙版一下，选择一种效果给它进行叠加。选择一些故障艺术，我喜欢就是给它这个故障艺术，然后给它单元格尺寸和这个缩放都调到最小，它最后可以看到哈，它可以得到这种的偏移，而且还是这种什么特别隐约的这种偏移，它会给这个画面增加那种纸的那种肌理的那种纹理的这种质感。然后持续的复制，持续的水平，持续的去挪位置，甚至水平翻转什么的也都可以。总之就让它位置不一样，然后再去就是进行随意的去进行一些叠加。OK， 这样子一张肌理图片就做好了。我还可以把它跟其他的这个肌理图片进行混合，比如说这个也是之前我去做的这张肌理，它俩进行一定的混合，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肌理。拷贝这个肌理，然后我给大家同学们看一下子，就是怎么用这个肌理去处理这个画面的效果。这个同学的作业，我就用肌理给他处理一下子。
比如说现在我这里有这样子一张肌理图片，首先呢，选择一个合适的这个图层效果，给它先浅叠一下下。柔光吧，我觉得柔光不错。但是柔光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它把整个画面的这个东西拉得太亮了。那么在这里我们就需要拉一下曲线，把这个肌理拉的稍微就是暗一点，然后对比明显一点。再复制一层肌理，稍微挪一下位置。我个人喜欢用给肌理叠什么图层哈？第一个图层是点光图层，点光图层我们可以看到它会把这个肌理本身带的一些这种光斑啊什么这种东西，产生一些综合的这种效果。稍微该擦的这个地方擦一擦。我先复制一遍这个肌理图层。再就是覆盖图层，覆盖图层也是非常的好用，它会保留原本一定的这种关系，然后呢，在这个上面去给你进行一些叠加。像因为我这个底里颜色比较浅，它就会叠加出一种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亮、比较发光的这个效果。改变一下基底的这个形状。然后现在整个画面我觉得它太亮了，我需要给它压暗一点。因为它原图的那种感觉就相对来说是比较暗，给它带肌理的压暗一些。肌理要注意哈，每回使用的时候要注意给它去适当的进行这种方向上的变化，避免它原来比如说有的地方一直白，它使用一个图层效果就不停，最后白到底了。再去给整个画面整体的压暗一点。OK， 现在给整个画面压的这么暗，它整个画面它相对来说就变得很平了。在这个地方，我需要一个给画面提新的一个部分。那么我决定就是选择它的这个金发，让它的这个头发变得很亮，成为这个画面的这个焦点。进行一些泛光的这个处理，它有点饱和度太高了，给饱和度适当调低一点。
然后现在有一点就是什么比较怪的一个点是什么？因为它整体哈，它这个画面都是很带肌理的。然后我给它就是调亮了之后，它这个地方不带肌理的，它有点就是插入不进去了。所以我们还要对这个图层再去做一些肌理的调整。利用故障艺术给它这个制造一个相对易散一点的一个效果。剩下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手动的去给它进行完善了。比如说在加强面部的这种阴影的这个对比啊之类的。OK， 这个呢就是用肌理作画的一个示范思路。有条件的话，这些地方还可以就是更亮一点，然后去做一些，比如说这种杂色啊这种的，就是稍微有点贴金箔的那种感觉。有条件的话，时间原因我就不给它演示完全了，大家就是明白这个意思就行。我们来鉴赏一下，就是其他的这个肌理使用。可以看到哈，它这个肌理就是相对来说什么？它这种就是这个肌理就是相对来说最小最细的肌理，它就类似于什么画布的纹理以及笔触的这种肌理。仔细观察一下子，这个肌理就是什么？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这个肌理画布的纹理清晰可见，笔触的这个肌理也清晰可见，包括它这种揉搓的这种感觉，我们可以去用这种手绘笔刷去模拟这种感觉。这个呢，就是很典型的，就是我这个肌理这个层次，它是利用质感去做肌理。就是同学们如果说就是有用平涂或者说有去考虑的话，可以去考虑这种质感肌理，就是本身上我去其他这个地方我做的相对来说比较钝一点，然后中间我给它贴个什么，贴个金呐，然后就是或者用金颜料啊，反光比较强的这种东西，去给它做出一个整体这种比较显眼这种效果。像我这张图片就是利用这个。它整体就是什么背景，它是一种就是像指纹啊比较老旧的这种肌理，但是呢，它上面这些地方，它就是贴了就是假设的那种金箔的那种效果去做的这种肌理，让整个画面它这种层次感拉得很开。
这个肌理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细的肌理，我们可以看到哈，它主要是什么？主要是它这个地方，如果是说我们同学画画的时候，可能直接就什么，哎，我就一个纯色，或者说我不是纯色，我就这两边画两花。但是可以看到，它即使是一个纯色，它的这个肌理这种细腻的、细微的这个变化，使它这个部分它的这个纯色不单调，这个就是肌理的这个作用。肌理就是像织布一样，让我们本来就是比较很普通的一块颜色，变成了一个很丰富、很有信息量的一个地方。可以仔细的去观察一下克林姆特，它的每个这个什么这个金呐、这个东西，它不仅仅是就是这个金箔，可以看到它这个笔触的这种纹理，它这样反射的这种肌理感。这种画面的这种肌理感，这种连缀感。然后我比如说我再在上面画一个什么东西，我再去进行一个正边叠底，它这个效果比我在一个白纸上画东西要丰富的多。OK， 推荐的话，我们再来看色彩上。色彩上可以利用就是什么？就是假设在我色感保持不变的话，可以利用藏色去丰富色感，然后利用固有色渐变，然后利用冷暖色对比去丰富这个色彩。我就是还是拿同学的东西来示范吧。藏色、固有色渐变和冷暖色的对比。去找一个那个同学的作品，哎，这个同学的作品。首先我先找一个地方哈，我去示范一下藏色。像这个地方，假如说觉得色彩太单调的话，我之前有给大家示范过藏色是怎么做的。选择一个颜色藏进去，然后这个地方同学们会发现，哎，它因为它有这样子一个光源渐变，在这个地方我藏得住的颜色，在这个地方藏不住了，那怎么办呢？哎，给它就是朝更浅的这个色相上拖上去，哎，它就藏住了。继续藏，继续藏，藏色这个东西蛮有意思的，反正对我来说蛮有意思哈，就同学们自己看嘛。可以看到哈，它这块颜色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整体的，但是这个感觉就是比之前要丰富很多。这个就是什么？利用藏色你去做这个丰富色感，然后利用固有色渐变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我这个固有色可能是白色吧，但是我一开始我再去上色感的时候，我这个地方固有色我就给它带一个稍微的渐变，比如说我就给它偏蓝一些。然后这个地方就给它偏黄一些，然后我再在这个基础上，我再去打这个光影，它的那个视觉效果就比你单纯的你只是上一整块白色要来的好很多。然后再就是冷暖色的对比，可以看到哈，这个整张画面它是比较冷的，它的暖色相对来说比较少，比较小。然后同学们就是注意哈，它这个地方，我不懂你为什么就是。我觉得你这个颜色应该不是图层处理的吧？你这个颜色，相对来说整个画面它是一个比较冷的这个调子，但是你这个地方你虽然是暖的，但是你这个调子也太暖了，它跟这个冷调子又不符合。就是你如果要就是做比较暖的话，你这个地方你要给它往灰里靠。这就是一个控制力，过犹而不及。当你把这些很纯的颜色调灰了，为了适应整体画面这个暖调子之后，你会发现这个颜色它其实对比之前来说要舒服多了。调灰，就是我们仍然可以识别出来这个地方它是有黄色和有红色的，但是它比刚刚要很融入调子了。这个地方也是调灰。就是整体你是一个很蓝的调子，你的阴影也很蓝，你的整体也很蓝。那你的这个冷暖对比，你就不要就是给它做的非常的，那么我就是用冷色和暖色去对比，不是你尽量你去用什么，你去用暖灰色和冷色去做对比。像你原来这个颜色，它根本就是称不上是暖灰色，它是一个很纯粹的暖色。
比如说这个地方它相对比较冷吧哈，然后哎它比较冷，然后但是它边缘的地方我去给它什么？我去给它就是变得更暖。我怎么给它变得更暖呢？其中一个办法是什么？我找一个这种暖色，相对居中一点哈，我降低透明度给它刷上去。哎，这是一个办法，可以看到哈，我处理的很隐约。可以看到哈，我没有进行特别多的这种特别重的笔触，我是用很轻的这种笔触，但是还是能捕捉到这个画面的这个颜色的变化，是吧？而且看我的这个透明度也是差不多就是一个20%的程度，我还放轻了这种笔触。如果说什么，我就这样子，我就直接这样刷上去，那它就不，那它就那个什么，缺少这种控制力了。这是其中一个办法，还有一个什么办法呢？就是我去做这个倾向的变化。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我不是蓝色嘛，那我要往暖里走怎么办呢？我给它往这个绿的这个地方走，然后往绿灰的这个地方走，因为我毕竟我也不能真的我就是什么，我这么蓝的这个调子，然后我再给它取个绿色进去，不是的，是我把它这个色相上往绿里走，同时呢就是什么，它往灰里头靠。为什么呢？是往灰里头靠，就是什么，其他的很多的颜色都是。就是灰它是无性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无性的这个颜色，它是个中性这个颜色。然后你这个蓝色你过来，哎，就是你这个蓝色很饱和，这个蓝色你过来，然后你想让它既显得暖一点，同时你又不想让它有这个绿调子坏了你整个画面的这个调子，那你就要往灰里走，哎，往灰绿这种相对来说调性比较少的这种地方走。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是不是它这种灰绿色放在这个蓝色周围，它就会显得比较暖一点。同学们观察一下，是不是这个样子？这个就是利用这种冷暖颜色去做变化，比如说交界线周围浅淡的刷一层暖色。这个就是示范哈，我不代表就是什么，就是今天这个作业就是都讲完了哈，就是这个同学他这个作业明天还可以接着拿给我看。OK，那我们继续说完这个色彩上的丰富，我们再来说层次上的丰富。层次上的丰富的话，当我们在丰富物体细节的时候，注意大小层次拉开关系。然后当我们在进行一个简单的肖像刻画时，也可以做前景、中景、远景。比如它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比如说哈，同样做的这个肖像刻画，你像哈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个肖像，它放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层次关系。它这个形状的层次关系，圆形、三角形、极细的线条，然后它这个面积的占比就是极大的这种留白呀，包括什么，然后它又带了肌理，同时呢，它这个线条又有什么？它又有指向性，这样的一圈一圈的这种指向，然后它这个东西它又有一种这种金的这种反光，它质感又有什么区别？所以说它短短的，它这张画它为什么好看呢？为什么我觉得它明明没有多少的体积刻画，没有多少的光影刻画，为什么也很好看？因为它其他地方做的非常的细腻，非常的细致。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层次拉的这个区别，它这个最细的层次它都是一根线了。同学们可以看一下自己画面层次的这个区别，你就是问一下自己画面中最小的层次和最大的层次到底在哪里，它们拉的还够不够开 ？OK， 再就是利用透视去进行延伸，这个是怎么说呢？比如说，哎，我画一张这个肖像吧，哈。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不考虑任何的层次关系，哎，我就这样子去画。那假如说我加上这个层次关系呢？注意大小层次，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加个耳钉，这个地方哎很细节的一些首饰啊什么的，头发很大，但是呢头发上的这种珠宝簪子很小，它本身的这种反光啊又什么很精细。然后呢再就是什么，哎做前景、中景、远景，什么意思呢？这个画面还是这个样子。很精细的一些其他的这种东西，我前景有一个什么，有这种树叶呀，有这个花的遮挡呀。我的背景有什么？我背景可能有这个花海啊，或者说什么这种
树林啊，这是一个什么感觉？就是你把这些地方都做全了，你整个画面你自然就会显得就是比这个要好一点。然后再就是什么？再就是哎做透视，那我就可能什么，我就不画这样子一个，我画这样子一个肖像了，就是一个哎从上往下的这样子一个肖像。然后这个风飘动啊，这个头发这样子延伸过去，裙摆也延伸过去。哎，这个地方它是什么？这个地方它是遮挡的这个叶子，遮挡的花。然后远处有什么？可能远处有大海啊、蓝天啊、白云啊、山脉啊什么的。就是根据这个想法，一步一步，那你整个画面你就会显得什么很有层次，就不会很单调。这点可以理解吗？包括这种很细的、很小的这种层次，其他层次都比较大。然后你主体人物上你就需要一些很小、很细微的这种层次，那这个主体人物可以给它拉得更精致。我们看一下它这张图片，它的层次的画面分割哈。可以看到，它整体周围这些层次，它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大、比较模糊的。到中间这个层次，可以看到它一排一排的这个树，一排一排的这个树，它的这个东西突然一下子变细了。它这个层次的这种对比，就是这两个层次是类似的，但是这个灯的下面有什么？有很多的这个垂坠的这个东西，然后包括这个书的这个细节，包括这个灯的这个细节，一下就把它这个地方给它拉得很精致。然后让我们把它这个焦点注意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像这张图的它的这个层次怎么是这些地方的层次都是很大很模糊的，到中间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哈，它这个黑白对比很强烈，这张纸这个面是很亮的，这个面就直接是黑的，它这个黑白对比非常强烈，而且还什么特别的碎，特别的小，同学们注意到，它一下子它通过这种大跟很大跟这种很小很集中的这个对比。这两个东西一对比，它之间的这个差距拉开了，它整个这个层次就更完味了，更有意思了，整个画面也就什么更精致了。假如说整张画面我全都是这种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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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纸，那密集物恐惧症就犯了，就会显得整个画面很闹。但是它妙就妙在什么？妙就妙在就是这个样子。第一个是光影的差距，第二是在光影的差距同时上，它做的这种层次的差距。OK，那么。除去这些，比如说有色的，我给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克林姆特的这个素描哈，和这张老照片，大家看一下这个克林姆特的素描，他对于这个层次的这种把握，它是非常精妙的。对比一下，就是挑张同学的图片对比一下子吧。这样同学，这个同学的吧。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同学他的层次做的也是不错的，但是对比一下这个克林姆特他的这个层次关系，就是体会一下子他的这个细和他的这个放，它的紧和它的放，但是同时什么，它的紧是什么比较浅的紧，它的放呢又是很深的这个放，可以感受一下这两个画面之间这种给人感觉这种。本身这个书繁的这个层次这个对比，如果说要借鉴这个克林姆特的这个层次，那需要有一点什么？他的头发要放得更开，形成一个很大块的一个对比。然后呢，这个手这个地方要给它做的什么更精致？这些手势这个地方要给它做的更细。那比如说这个手啊，有的同学说啊，那我只能做到这份上了，我怎么能给它做的更精致呢？比如说去给它加细节，手该有的这个关节。之前没画，现在都可以画出来。然后这个指甲上的这个，比如说我指甲很反光，指甲高光，之前没画，现在都可以画出来。但是我是说，不是说这些东西我是必须要加的，而是说什么？而是说你觉得整个画面有需要，你开始就是领悟到了，你觉得它需要做到这种成分，你再去加。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对于整个画面整体的这种需求上的这种理解。可以看到它这个很细的这个环。
这种很松的这种都没有边界的这种黑哈，就这个边界很模糊的一个黑，和这个很冷静的非常标志的这种的金色的这种装饰，整个画面它形成的一种就是很独特的这种视觉的这种精致感。精致它不是每个地方它画的都很紧，精致它是松的地方它比较松，但是它紧的地方它特别紧，特别的就是去拉关系。OK， 我们再去看一下，去赏析一下他这张素描，也是他面部的时候，哎，到这个眼睛的这个地方，它相对来说就是松松的，然后他这个眼睛他着重细的刻画一下，然后给他的这个线条，同学们可以体会一下这些地方他是这样去走线，他走线的这个区别，到这个地方，哎，他突然就这样子了，走了一条很锐利很细的这些线，其他的线也都是很锐利很细。就这个地方，它给了一条很多这种很锐利、很细的线，它就不构成什么，它就不构成锐利了。因为什么？它几个线它作用起来，它产生了这个面。但是像这根线，我只是单纯的我给了这一根线，它又构成锐利了。它这种线之间也能形成这种节奏之间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哈，这张老照片，它为什么给人感觉就是哎非常的美呢？因为它这个地方，它这种小的这种线的这种曲线，整体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整体它是比较舒展的，但是就是在这个人物周围这个地方，哎，有很多这种很小的这种细节，这种哎相对来说比较小的又比较弯曲的这种曲线，以及什么，以及很多的这种闪烁的这种高光，让整个画面这种精致感立刻上去了。我不知道我讲这些同学们就是能不能有那么一点就是那种层次的那种感觉哈。OK， 那我们现在来讲到这个质感。质感上呢，就是特殊质感与一般质感呢，就简单跟大家说一下。特殊质感就是什么？你放到画面里头，你能给画面就是相当于调味剂，你能给画面立刻就是给它增辣呀、增鲜的那种质感。比如说表面光滑、反射强、具有透光透明这种特殊效果的。然后呢，一般质感是什么？比如说老师，哎，可能同学问老师，石头的质感怎么画？树木的质感怎么画？认真的讲，他们就那么画。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什么，它们不反光也不透光，它们也就是一个，它跟你画圆柱体一样，区别是什么？圆柱体是圆柱体，但是呢，它们的那个树木啊、石头是什么？它们表面是凹凸不平，它们是很多很细小的圆柱体、立方体，很细小的圆柱体、立方体，就各种形状不一，它组成在一起的。所以说，它们的质感就是根据这种它本身的这个形状、它的这个构成去画的，它不需要就是你去特殊的去处理它们的这个明暗关系，这点就是可以懂吧？特殊质感跟一般质感，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些，就是再讲一些，就是我们一般冰场常用的几种质感，比如说金属质感。不锈钢的金属通常可以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不锈钢金属它注重的是边缘，为什么？因为它非常的反射，它基本上把周围这个环境全都反射了。那么它唯一的区分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边缘，可以看到它这个边缘线、边缘的高光、边缘的暗。它只有通过这种中间和这个边缘的这个综合作用，哎，它才会给人一种它是一个完整物体的感觉。这为什么有要命两个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OK，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金属呢通常是什么？通常是这5个的组合，就是边缘、高光、极暗的暗面仅次于高光的反光，边缘5个组成。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就是可以看一下哈，这个是边缘、高光、暗部，仅次于高光的这个反光边缘。就是你去画一个金属，你最简化的话，就是你可以简化到这5个部分。但是如果说你比如说我在什么画面构成中哈，我甚至可以简化成2个部分，就一个亮面和一个暗面。但是它这个它是根据画面构成来的。比如说在这张图片中，我要是想表示金属的话，哎，一个亮面，一个暗面。
这样子它是有一种金属的感觉。为什么这样子会产生一种金属的感觉？因为它本身这个形状它是很扁平的，同学们可以注意到没有？就它这个形状，它本身它产生的这个变化不多，它本身就比较扁，所以你这个光你照进来的话，你这个地方你容易反光的话，你要么就是什么，我稍微有点区别，我就反的很暗；要么就是什么，哎，那我就直接迎着光，我就全都反的很亮，我全都是高光，全都是那个什么，然后底下再加上这么一个阴影。它这个东西因为它形状很扁是这个样子，假如说我这个地方它立个圆柱体，那它肯定就不能，它就不能仅仅这两个颜色来表示了。但是这种比较扁的金属可以通常就是什么，通过这个亮暗这两个地方去表示。如果就是你比如说想画的更精致一些的话，就是也更有这种说服力一点的话，你可以就是什么，我再去加一些，比如说这种过渡的这种灰面啊，这个样子。那么我说它是简化到这5个部分，它这5个部分呢，你其中有很多部分你还可以再就什么，你再去复制，但是你就拥有这5个部分，你去构成了这个金属的这种基本的这个质感。然后你比如说像这张图片，哎，我就比如说什么，我再去添一个反光可不可以？我再去添一个高光可不可以？也可以，但你主要保证你大的这个，就是你从这儿到这儿，你大的这个节奏是不变的。如果说你把这个节奏打散了，你是这个样子哈。比如说边缘、高光、反光、暗面、边缘，它这个样子它就是什么？它这个样子它就直接过去了，它就给人感觉它反射度降低了，它没有金属那种很高反射。为什么？就根根结起就是它这个高光跟这个反光的它这个位置它是错乱的。就是金属它之所以是金属，它有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因为它的明暗交界线非常强，然后它造成这个暗部非常的暗。所以说，如果是说你要保证是金属的话，那你必须你的高光和你的暗部是挨着的，然后你的暗部过去了之后，你才能这个暗部中你可能会有一些反光透光的部分。假如说你把这个节奏打乱了，它比如说我们再去给它进行一些融合，它这个整体的这种质感，它并不是很像金属，它可能更接近于皮革的质感。OK， 我先后面再会给大家再接着讲，我先给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然后呢就是宝石，宝石的话有几点要注意的。第一点是什么？高饱和的透光，这一点你可以用什么？可以利用涂层去做。说给大家示范一下哈，低饱和高明度的反光，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同学们去看这张图，这张图它的透光在哪里？在这里，它的饱和度是不是很高？它的反光在哪里？哎，在这里，也可以说是它的高光吧。它的反光，它的高光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高光，它的饱和度是什么？相对比较低，但是它相对比较亮。说白了就是什么？发白，这个样子。以及对比强烈的暗面，我为什么说对比强烈的暗面呢？是指什么？是指它的暗面相对来说都很暗。就是说，如果说你放一个这个样子哈，你放一个就是没有任何材质普通的，比如说什么陶罐哈，就是你这样子的一个陶罐过来，然后它这个光射进来，它的亮面不会很亮，它的暗面也不会很暗。但是如果说你放一个宝石过来，它的亮面会很亮，它的暗面会很暗，它的反光也会相对来说比较亮。这个就是说对比强烈的暗面，它这个对比强烈，它是对比于一般的材质来言的。OK， 那我们再看第二条，第二条是什么？层次分别是反光、暗面、透光。比如说像这个，很典型啊，这个宝石图片，反光，然后反光紧挨着它是什么？紧挨着它是暗面，然后它的暗面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感受到，它这个地方都是暗面了吧？然后透光。
它是这样子一个层次。那有同学说，哎，你看反光、暗面、透光。有同学说，哎，老师，我觉得有的宝石它不是这个样子的，是它有的宝石是不一样子的，因为它宝石它太多变了，它切割。但是我说的它是一个那种，你知道吗？它是一种套路，就是一种大路货，就是按照这种套路去进行画宝石的话，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比较保险的。OK，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丝绸的质感。丝绸的质感它和头发的质感是类似的，同学们要注意到这一点哈，和头发类似。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落差极大的二分。二分同学们都知道什么意思吧？丝绸是落差极大二分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要画一个丝绸质感，我甚至我都不需要第三个面，我只是画它的亮面和暗面就可以。这个底下这个颜色选的有点太那什么了，不过没关系。然后呢，我再进行这种一定程度上的这个模糊。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它是什么？它是根据二分来用的。这就是丝绸，它没有我刚才说的，比如说你要刻画一只手指，你需要什么勾边的暗面，然后亮面，然后呢然后再就是什么过渡面啊、暗面，然后勾边，它没有这个地方，它直接是什么二分，然后你二分加模糊就可以，就是可以把这个丝绸质感表现好。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基本上都是什么很典型的二分，然后再去加上一些什么平整这种地方的模糊。OK。那我们来观察一下哈，就是这几个。我们现在来讲到一点，讲到哪一点呢？就是讲到这个关于阴影节点的位置。阴影节点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可以看的话，这个是我画丝绸，我可以发现就是我在如果说我画一个其他的材质布，比如说同样一个光打过来哈，如果是它是这个同样的一个蝴蝶结，我要画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布，我会怎么画？OK， 哎，就这样完事儿了，欧了。为什么我到丝绸这个地方，我本来应该是亮面地方，我跑上来很多暗面呢？归根到底是什么？因为它的反光太剧烈了，就是有种不成功变成人。哎，我这个地方我不照的很亮，我其他地方我就变得很暗，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因为它反光很激烈，所以导致它的这个阴影的节点跟一般材质的阴影的节点是不一样的。我们在画材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根据材质，它有的时候关键的就是判断你这个阴影的节点，包括其实其他很多的像是什么。其他很多的像是那种那个金属啊什么的，为什么说明明就是什么一张罐子，你比如说这个地方都是亮面，但是为什么金属它这个暗面就可以暗的特别黑？就是因为它们很光滑，很光滑都是不成功就成人。我这个地方不亮我就暗，就是那种感觉，同学们就可以稍微体会一下子。它这种阴影节奏、阴影节点的这种不同，就是越光滑，它的可能什么，就是比如说它越可能就是越靠近二分。就是它相对来说，它这个质感越粗糙，它接近于什么？它越接近于就是那个5个面，就是像画石膏那种感觉。可以看到哈，它这个就是阴影节点的不同。
然后你比如说你要就是创造整个层次的话，比如说我画一个人设，我其他地方我都是什么，就是那5个面都做到了，但是我就这一个东西，比如我这个丝绸，我就这个丝绸，我给它只是用非常非常剧烈的2分去做。比如说，如果说它是一个正常材质，我可能这个地方我用的就是灰面，但是说，哎，如果说它是个丝绸，我这个地方就直接用很暗的暗面去做，然后你整个它这个对比它就上来了，很强烈，然后它就是什么，成为你这个画面中层次拉得很开的一个部位。OK， 可以看到哈，这个丝绸几乎都是2分的，这个宝石这个光透过来。然后呢，它有很暗的这个地方，然后它再去透光，可以观察注意一下它。包括其实它这个高光这个附近，它也会形成一些就是什么，它的光很强，它也会形成一些衍射。OK， 那么我们再来说这个反射率和边缘，反射越强的材质，明暗的交界线越锐利。这一点大家可以懂吗？看这点哈，就是这个。反射率和边缘锐利与模糊，可以看到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皮革的这个质感。我们可以观察到，如果说我把这个皮革的质感改成丝绸质感，我会怎么改？它这个皮革这些地方的这个质感，可以观察到它的这个模糊这个边缘，它是模糊到这儿的。如果说是丝绸的质感，它模糊的边缘，它是要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形的模糊。丝绸的质感它会模糊到哪？它会模糊到这里。可以看到它们俩之间即使都是模糊，模糊也是有区别的。这个模糊它就是什么？它像是沿着一条实线在模糊，而那个模糊就是感觉像一大块一大块的那种云雾的那种模糊。因为什么？因为丝绸的它的这个反光的效果比这个皮革要强，所以说它反射率越强的这个地方，它的模糊过度其实就是什么？越锐利。就是如果说反射越强这个材质，明暗交界线越锐利，这个也是比较好懂的。就是你比如说，哎，用旧的这个金属和这种很新的这个金属，比如说新的这个金属，它的这个反射，它的这个明暗交界线，这个边线，哎，它是很亮的、很锐利的。但是用旧的金属，它可能就是什么？它可能就是钝钝的，就这种感觉。就会给人感觉，哎，我就没有那么新了，这个就是用旧的那种感觉。OK， 那么高光与反光，反射越强的材质，暗面的反光越接近于高光。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个反射最强的是什么？像这个，它的这个光，它直接是把所有这个地方都反射了。你甚至都可以说什么？你甚至比如说我不画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不画这个不锈钢，哎，我就直接画这个地方，然后我再在这个周围画几圈这个东西，给它把这个东西勾起来，是不是不锈钢？也是，为什么？因为它反射特别特别的强。可以看到像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它因为它反射，哎，它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它这个地方不透光，所以说它没有反光。但如果说它透光的话，它底下这个反光，它甚至可能是什么？也是白色的。我们可以感受到它这个节点的不同，像这个地方，它只是有一点点的，说白了，它只是往内凹了一点点，但是因为这个材质它反射极为强烈，所以这个地方它直接什么？它直接变暗了，直接变成很黑的这个地方，它往外凸一点点，它就变得很亮。它就是你看哈，就是它本身这个弧度它其实就这么一点，但就这么一点的区别，它直接造成了亮暗2个极端。OK， 我们再来就是再看这个高光这个反光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材质是什么？我们这2年说皮革哈，这个材质它是漆皮材质，这两边这个材质它是漆皮材质，这个材质就是普通的皮革材质。我们可以注意到它的这个高光，这个高光哎它是很亮的，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它这个皮革基本上几乎什么，它没有多少反光。哎，这个地方可能说它的反光吧，但是也不多，几乎没有多少反光。但是漆皮材质它有个很典型的特点是什么？它有反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漆皮材质这个反光。它是什么？它是相对来说很亮，而且亮的比较明显的，它是有个很明显的这个反光。然后这个地方高光很白，它就相当于什么？它在接近这个高光。然后这个漆皮材质呢，包括这个地方哈，
这个地方灰灰的，它也是在什么？它也在往这个高光这个靠拢。所以说我就是说什么，就是它越光滑的这个材质，它的反光会越强，它甚至有的地方它就会形成这种高光，比如说像这种感觉，我反光我就反到这种强度了。它给人感觉就是什么？就是非常剧烈的光滑。类比像这张图，非常剧烈的光滑，像是这个样子哈，它完全的就是跟高光靠拢。然后再讲到这个透光跟透明吧，透光跟透明就有一个什么区别呢？透明它注意的是边界线，透明它注意的是边界线，因为很好理解，你这个东西你都透明了，那你这个边线这个地方你不再去勾勒一下子，那你怎么知道你这个地方是个有个东西呢？透光就这个样子，透光是什么？透光就是高饱和。它亮，但是说什么？如果说宝石它亮，它是饱和度往上涨，它不是说明度往上涨。明度往上涨，它会是什么？明度往上涨，像这个样子，它上面这个反光，或者说什么高光，它的透光是什么？透光是饱和度在往上涨。OK， 我就说快一点。形状和线条，这个重要的点在哪里呢？这个很简单，同学们看啊，这个是宝石的原石，当宝石切割之后，就会形成下面这种闪闪发光的效果。为什么说呢？形状和线条很重要，因为比如说你这样子，哎，你本身你这种东西闪闪发光，你这个切割这么好看，你给它套一个很圆的这个形状，它就会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很多宝石它是什么？很多宝石它把这高光啊或者什么很多这个面儿，它去做的很锐利、很典型了，所以说它会有这种哎，很那个什么，就是很剔透啊，很那个什么的效果。当我们在进行宝石啊或者什么金属这种刻画，我们也要注意到，就是我们的这个光的这个形状要跟我们这个外轮廓的这个形状它是一致的。它说不一致的话，它就没有那种效果了。线条是什么意思？我们看这张图片，这张图片它是什么？这张图片它是玻璃模拟的。但是为什么说我们可以感受出来它是玻璃呢？不是它不是真的塑料袋呢？很简单，因为真的塑料袋它不会有这么粗的边线，可以知道它也不会有这么粗的这种啊这么暗这么粗的这种边线的这种线条。所以说我们仔细去观察，就是因为它这种边线粗细，包括它这种明暗对比不同，让我们认识到它不是真的塑料袋。OK， 后期特效与画面调整，比如说高斯模糊、拉紧别、动感模糊、做这种散落、发光、柔光明度、滤镜涂层、饱和度、渐变映射啊，我用这个实际跟大家说一下子，就不干说了，给大家看看。OK， 那么现在到这个具体就是讲画法、讲质感怎么画这个地步了，先看一下子吧。比如说画透明的这个东西怎么去画呢？一定要注意是什么？高光加阴影做边缘，透明的。高光就很亮，阴影就很暗，它们之间做边缘，然后再去加一个什么？再加一个，比如说渐变，亮面的渐变啊，或者是暗面的渐变啊。随便立一个这个样子，然后这张面，哎，我要去给它做一个什么？我要去给它做一个，比如说我要去给它做一个透明的吧。然后呢，我先给它确立一个界面，这个光往上走哈，然后确立一个，哎，确立一个界面。再之后呢，剩下的东西就是什么？再去用它这个去画边缘。这个边缘你就勾着这个线，断断续续的勾线就行。很暗的这个地方，沿着这个东西，就是沿着你原来这种高光错落的去加一些很暗的这个地方。
哎，这个地方再去加一个暗的渐变。可以在这个周围地方再加一个这样子一个渐变，那整体这种透明的感觉它就出来了。放个花啊什么的都可以。然后比如说这个透明的这种投影哈，我们要注意到透明它的投影它是什么？它是一圈投影。什么叫一圈投影呢？就是比如说正常物体投影是这样的吧，透明的物体投影是什么这样子？它这个样子，因为它是透明的呀，它没有办法完全遮挡周围这圈比较，哎，我中间这一圈我反而就是亮起来了。这个就是什么？透明物体的投影，投一圈影子，然后甚至这个地方它还是亮的，为什么？因为它有这个波及这个折射聚集在这里了。就很简单，哎，先去做个什么高光和阴影，它俩就是什么掺杂着做边缘，然后呢加一个什么亮面和暗面的渐变，就是迎着这个光的方向做亮面，然后远离这个方向这个地方做暗面，这样子，哎，往逐渐变亮，逐渐变暗，这样子一个渐变。可以再多画几个，你比如说我画一个其他物体的东西也都可以呀。比如说我不画这个瓶子。我去画一个什么东西？我去画一个，我就大胆一点吧，我去画个蝴蝶结吧。先来前确定一下蝴蝶结长什么样，比如说长这样哈。光从哪来？光从这个地方来。然后呢，哎，浅做一下这个样子，浅去做一下这个渐变。就是比较朝向光的这个地方做渐变，然后远离光的这个地方呢做暗面这个渐变，比较暗的那种渐变也是这样子，浅刷一下。OK， 那接下来就是什么？哎，就是最亮的和这种最暗的去做边缘，随随便便去在这种这种节点上点一点高光啊，这种角上啊什么的，这个边线上哎点一点高光。结构内的这个边缘线也跟着走哈。稍微的再去多透一点这个，在这个界面这个地方再透一点点背景。OK， 一个比较透明的蝴蝶结就 OK 了。注意哈，它这个亮面的这个界面，比如说这个光源方向往这儿，亮面界面是哎，它对着这个光源，它相对来说比较亮。
从这儿到这儿亮。暗面界面是什么？从这儿到这儿暗。大家要注意到，它俩这个方向是不一样的。然后呢，比如说再加上什么稍微的透背景，在渐变里头透背景。这个呢，就是关于透明质感刻画。那么在关于宝石质感的刻画呢，也是相对来说给大家浅说一下子。第一个就是你先去稍微的刻画一个形状。哎，今天是肯定要拖堂了，没关系，就是坚持不了同学可以先退掉。这个反正都是录播嘛，可以看录播。然后呢，哎，给它刷一个渐变的方向，光是从这边来，哎，这个地方是渐变，然后中间刷的比较暗一点，饱和度低一点，相对暗一点点。然后暗部因为有透光，哎，饱和度高一点，亮一点点，这个样子大致可以了，是吧？那我们现在来切这个原石吧。首先迎着这个光的这个地方，给它加一个，哎，给它加一个高光，可以注意到，注意下光是从这边打过来的。然后再在这个什么，就不要紧挨着再给它加高光，再给它离远一点，其他这种地方，哎，稍微的加点高光，这种感觉，然后再去做分割。就怎么分呢？我觉得大家自己看情况乱分都可以，因为你这不同石头真的不一定，但是一定要确定它每个面都是很规矩的哈。你看，把这个面给它做好了。这个地方高光周围这个地方饱和度稍微高一点，因为它有点易散的那种透光的那种感觉。这种乱扯线，扯来扯去，把它内部这个分割给它分割完。然后这里要注意几点哈，就是关于这个宝石的这个分割，这里要注意几点，就是宝石它要有一种就是什么，它要有一种它的光要有一种挤压的这种感觉。什么叫做挤压的感觉呢？比如说这两个面哈，假如说这个面它是从这儿到这儿渐变的，然后这个地方它这个面它也是走这样一个趋向，那它是一种顺承的这种感觉。挤压的感觉是什么？我这个面哎这样尖向，但是我这个面我这样过去，
它是有种什么积压这种感觉，就是我从这儿到这儿渐变，说白了就是把这个地方给它堵上去，就是感觉像是那种挤出来那种高光的感觉。这就是宝石的这个切割。哎，这个底下相对来说的，把这个面儿给它交代的清楚一点。OK， 这个地方也是宝石的投影，它也是，它不仅是亮的，而且它有这种宝石本身颜色的加成，它饱和度还很高。就是它这个地方本来是那种透明的地方，该饱和度该亮的地方，它变成了又亮、饱和度又高的这种感觉。OK， 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子就是宝石的刻画要点。第一点是什么？先做渐变。渐变是什么渐变？亮、灰暗，然后呢，高饱和的亮，就直接高饱和吧。高饱和一般都很亮。它是这样子去渐变，从光源的方向到这种就是到这个影子的方向，它的渐变是这样子的。然后第二步是什么？做切割。然后切割的面儿呢，它又有什么？第三个是切割是什么？切割它就是把这些渐变的这个形状变成几何形状。到这一步你倒不用考虑它这个质感出没出来，你先把它这个形状给它做成几何的形状就可以了。然后第三步是什么？每个切割的面儿要有挤压感。挤压感怎么办呢？就是找边缘，边缘分离。边缘分离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什么？假如说我这个地方相对来说，哎是比较亮的，那我这个地方一定要是什么？比较暗一点的，给它压了。那假如说我这个地方就是什么比较暗一点，那我这个地方就什么就相对亮一点，亮一点，给它压过去。它每个面儿，哎，每个面儿之间就像是跟对方有仇一样，你就互相排斥一下子，就是给它通过这种各种手段，倒不一定非得用这种高光啊、这种反光啊去做，但是我就是说用各种手段给它排斥一下子。然后如果说最后可以的是什么？修饰的时候，比如说暗部加高光，然后亮部再加什么？就是发白的反光。暗部加高光，比如说像这个地方，我要是有条件的话，我可以什么？再加个高光。哎，怎么上不去啊？哦，在这儿。哎，比如说在这些地方，我再去加一些，就是跟主高光，就是不影响主高光的一些高光。那么亮部再去加一些发白的反光是什么？比如说像这个地方，我去加一些，比如说发白的这个反光，就是跟高光做出区别一些的反光，比较发白的这种，像这种去添加。这个我有几个需要注意的点哈，一个是这种边缘分离，
就这个边缘分离，大家是需要自己去多练的，就是怎么样让它两个边缘之间互相排斥，其实也不难。说白了就是，我这个地方往亮里走，那我这个地方就往暗里走，它是一种趋势上的这种分离。倒不一定说两个颜色一定要分得很开，但是就是这个趋势上一定要不一样。OK， 讲完了这个宝石质感的刻画，我们再去来讲一下这个绸缎质感的刻画和金属质感的刻画。我们可以在这里看一下子哈，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绸缎质感，这个地方呢它是皮革质感。大家可以注意到它俩之间有什么区别吗？我特意去做了这个的区分。时间原因我就快点讲哈。这个地方呢它是绸缎质感的区别是，它的二分，它的模糊做了非常的锐利，基本上可以看到哈，它的这个模糊就是沿这个线去模糊的。但是金属质感的模糊，我可以看到它会放得更松一些，大家注意到没有？更没有形一些。所以说，面对像绸缎和金属，就这两个，你要注意到为什么有些，包括其实说什么，我说画头发这样画绸缎，但是为什么有的人画头发会画油呢？其实区别就在于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什么，他们的这个交界的边缘是锐利的模糊，或者说什么，就是你如果是追求风格化的话，你甚至都可以不模糊。但皮革交界的边缘是什么？模糊的。如果说它皮革交界的边缘不模糊，那它是什么？那这个不模糊的地方是什么？它这个不模糊的地方是这个反光不模糊。但是它们是什么？无反光的，或者说它们的反光本身就是什么？本身就是这个亮面和这个暗面。但是它是什么？它是反光、亮、暗。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反光，或者是亮面和暗面。就是3种要素吧。然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2分，这个是3分，差不多就是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大家可以 get 到吗？然后接下来就是去讲细节，怎么去画这个绸缎呢？假如说它这个很简单，比如说我个人觉得其实画绸缎真的蛮简单的。先起个形哈，当然我画的也没有那么好，不过基础的还是够用了。然后你先去确定你这个里头这个布料怎么走的，比如说我里头这个布料哈，我是这样去走。比如说我这样去走，就这个地方是我凸起的部分，这些地方是我凸起的部分，这样去走哈。那我去画布料的时候，我去画绸缎的时候，我怎么样子？直接2分开搞，去找一个饱和度相对高一点的。注意哈，就是不要饱和度给它搞低了，饱和度相对高一点的暗面开搞。然后这里注意了哈，这个地方它这个绸缎最关键的2个点在于什么？在于你这个明暗面的它这个对比上。
如果是说这种绸缎，它明暗面的对比，它相对来说它会变得就是什么？就是如果说它本身这个光没那么强，它明暗面的对比它会变得很强烈，基本上就是这种对比强度。但是假设比如说我是一个这样子正正的这个光打过来，它可能它明暗面的对比会弱一些，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时候你去靠什么去增强绸缎质量呢？来了，高斯模糊，你用模糊去增强绸缎的质感。但是你的模糊是要什么？沿着这条边线模糊啊，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不要糊大了哈，糊大了这就变味儿了，不要糊大了，沿着这个边线去进行模糊。可以看到我的这个笔刷的这个笔触多小，而且你要保证哈，有的时候模糊，有的时候不模糊。哎，再去给它这个什么添一些小的这种暗面，因为它这种反光很强烈嘛。这个对比有点太小，拉对比。哎，它现在这个样子就有点这个绸缎的那个味道了，可以注意到。那如果是皮革的话呢，它对比就是什么？比如说同样的东西，我给它复制一下子，我怎么才能让它成为皮革的质感？我会给它糊的更厉害，这是第一个。其次呢，我们会发现就是绸缎的这个质感，它的这个暗面会更，就是它会暗面会更多、更碎，跟那个什么。但是皮革因为它这个材质比绸缎更硬，它的这个亮暗面它会更整。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我去给它添高光。显得原图太亮了，这个高光的感觉体现不出来。哎，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去做这种皮革的这种感觉。OK，那么接下来再去讨论到就是去做这种金属的感觉的话，假设比如说我们先分清一下金属的形状。在这一点哈，就是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是说画那种金属拉丝的话，我是用笔刷去画，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个笔刷。可以看到，它对于画那种金属拉丝的，就是很有帮助，画这种金属的细节啊，什么东西的。这个笔刷我不知道我发没发到群里过，如果没有的话，我待会儿会发到群里。大家可以就是平时，比如说去画一些这种
金属的耳环啊、勾边啊，都可以用这个笔刷去进行创作。首先呢，我们要确定它这个金属的这个形状，比如说它是那种比较扁平的那种金属啊，然后它的这个什么，它的这个光的来源就是这样子，那它这个地方呢，它基本上就是什么，一个这样子一个亮光。那这个扁平的这个金属的话，比如说，哎，这样，这是它的这个亮面，我确定了一下，然后呢，我再去给它阿尔法锁定，给它这样子横切，哎。就是用这个什么横切一些这种暗面，再加一种比较亮的那种高光，这样子去切一下子，然后呢是给它添一个这种它的这个厚度，很暗的厚度，因为它不受光，而且反射很强，所以它的这个暗面呢是很暗的。当然，如果比较有那个闲情逸致的话，还可以是什么，搞一个泛光的这个涂层，哎，把它的这个质感做的就是什么更那个什么一些。这个就是什么？如果是扁平的金属，你是怎么去处理的？那如果说我不是做扁平的金属，我是做一个，假如说就是比较立体一点的金属呢？假如说我做一个金属的闭环吧，怎么去做？先呢，你确定它的光从哪来？假设我确定它的光从这儿来吧，阿尔法锁定大法，气体修饰一下。哎，我先简单的去给它做一个这种渐变，然后光从这儿来，对吧？上高光，就对着这个高光，哎，开始很强，上反光比高光稍微弱一点，哎，差不多很强，挺不错的。高光这个地方，哎，民间线前挤一下子，挤得重一点，哎，不错，挺不错的。然后这个边缘呢，给一点，都不要给太多，给太多就跟那个什么一样。然后它这个地方，它这个反光这个地方该有的过渡给一点，因为它是一个什么？它为什么说要过渡呢？因为它是这样子转过去的，这样子转过去的。它不是说这个地方它是什么转过去的话，那你这个地方你这个反光肯定是这样子转过来，它是有一点过渡的。然后呢，再去给一个这个边缘线，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是吧？你有心思的话，你这些地方还可以再重复一些这种流程啊，这种细细的这种流程，就是你再去加一个细版的这几个面儿，有心的话，哎，这个差不多了，再去做一下它的这个底面和它这个迎着的这个亮面，然后它这个地方，它这个亮面虽然是亮着的，然后它底下这个地方，再把这个厚度给它勾出来，哎，差不多。然后呢，再想强调一下子，来个泛光。稍微调整一下这个泛光的这种比重哈。OK， 差不多，差不多。对比一下，这个就是金属的这个质感，扁平金属和稍微有厚度的这个金属。然后呢，再去给大家讲一下头发的质感。头发的这个质感呢，前讲两嘴吧。头发的质感，同学们注意哈。比如说，这是一撮头发，很多同学他们在画头发，他们怎么画？比如说这个头发要画是体积感，我知道，哎，那我是怎么画？我说这个地方我加个暗面，可以，我头发体积感做完了。那我头发的质感怎么做呢？它这个亮面我怎么做呢？这个时候同学要注意，我之前一直在强调什么？它头发跟绸缎是一样的。绸缎是什么？绸缎就是说，哎，不成功就成人。哎，我这个地方我不亮，我就暗。头发也是一样子的。比如说我一个头发有起伏，这个地方我不亮，我其他地方就暗，很暗，很暗。OK， 头发画完了。
但是不可能，它是真的就这么画完了哈。但是我说同学们要懂这个感觉，而且有一点就是什么，可以看到我画头发的亮暗面，我是这样子画的吗？我是这样一束一束给的吗？没有，我是怎么样子？我是说我是这样子，我是给这样子给的，这样子给我为什么我要强调我不是一束一束给，我是这样子交替的这种给呢？本质上我是什么？我是在画一个面儿，我不是在画一根根线。不要这样去画头发的亮暗面，千万不要，真的不要这样去画头发的亮暗面。这样子画头发的亮暗面，真的我没见过有画好看过的。这样子就是以一个面，它之间中间，哎，它很紧凑，这种模拟这种头发这种交织这种效果。但是归根到底还是以这个面去画这种头发的亮暗面。然后呢，就是做什么？比如说，假设哈，这个头发它受这个光照，比如说它这个地方它这个光照很强，那它可能它这个边缘是比较锐利的。假设它这个光照它稍微斜一点，哎，然后它这个下边这个它稍微往下这种，它会有一种过渡，那它这个地方你可以稍微的去给它加一个渐变。注意哈，它这个渐变要渐变的很干净利落，不能渐变的就是黏黏糊糊的。比如说我渐变成这个样子，打灭啊，这种渐变都给我打灭掉。这种渐变看着就脏，就是不能有这种渐变。大家注意哈，不能有这种渐变，要是很干净利落的渐变。大笔触，你要是不确定的话，你甚至可以这样子，你横着去画，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去晕它，哎，确保你这个渐变舒服了。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头发它的这个质感去做，可以注意到。这个头发的这个质感呢，它其实也分不同的光照。强光的话，这个地方就亮；它要是弱光的话，这个地方它相对来说它的对比就没有那么的强烈。你看，比如说它如果是弱光的话，它这个地方对比就没有那么强烈。但是无论它这个对比强烈与否，它这个地方都是锐利的。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它这个地方的这个头发这个高光这个位置和它上面这个地方的对比一定是锐利的，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其实也可以不这么画，但是我就是这么画的。如果想要学我的风格的话，那就一定要注意。就那两个，基本上就这两个记忆点，一个是像绸缎一样子二分化，然后再就是什么去加一下它的暗面，再就是什么一定不要竖着这样子去画，而是这样子横着去塑造一个面，懂吗 ？OK。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就是去讲到一些我个人的骚操作，就是它后期特效处理啊什么的这个骚操作，给大家看一下。哦，对。这个呢，就是刚刚质感中还涉及到一个质感转化。比如说，我想要画比较剃头的那种头发，我怎么画？说白了就是什么？可以先看哈。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我这个颜色，哎，你看我这个颜色，它这个固有色，我去做的渐变，对不对？然后我在这个渐变这个过程中，我再去加什么？哎，我再去用颜色加深涂层，我再去做一个我这个头发的这个暗面。然后在这个暗面过程中呢，哎，我现在我再去做什么？到处的点高光，然后到处的去分割这个什么？到处的去做一些这种渐变的这种分割，然后到处的点高光，然后最后呢再去拿这个涂层稍微的调整一下子，让它这个暗部的这个饱和度高一点，有那个一种要透光的那样一个趋势，然后再就是哎大功告成了。大家感受一下子，这就是通过这种质感的转化去进行一些给画面去添加一些独特的这种风格。OK， 那么我再去讲一些，就是到了这个骚操作环节哈，大家可以看到这种反转加实色混合风格化是什么意思？比如说，哎，我之前这个样子，哎，我这个头发它有它的暗面，对吧？复制一下，反转一下，选择实色混合，可以看到哈，它产生的那种什么？它产生那种黑白那种漫画那种感觉，黑白勾线那种感觉，就是给它打到一种合适的这种程度，哎，它就会产生这种效果。一些骚操作，然后我如果想要这个线更粗一点的话，选择这种高斯模糊，可以看到。随着这个模糊的程度的不同，哎，我整体它这个线的这种取舍也开始不同，同学们注意到没有？就是一种风格化的一种操作吧。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去配合这个那个什么，你再去配合这个浅擦一个渐变，你就可以看到这种头发的这种质感。
出来的很有意思。画黑白稿的话，可以尝试用一下子。画那个色彩的稿，它会变颜色，但是黑白稿的话，其实很方便。OK， 那么还有一个操作是什么？也是利用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如果说什么啊，比如说我想让我的颜色更丰富，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搞，可以去尝试这样子一个小操作。比如说这个同学他原来这个帽子是这个样子，我给这个帽子，比如说拷贝。不用这个帽子，这个帽子感觉有点太花了，用个什么其他的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个地方这团花吧，拷贝，然后呢复制，给它进行一个反转，看到我反转了哈，然后给它进行一个实色混合，可以看到实色混合之后它变得非常的多彩。那么我们不要这样子，我们去给它降低一下透明度，哎，像这个样子。现在合并一下子，然后我就得到了这样子一个颜色，然后我再去用颜色图层把这个颜色带入到我原来的这个效果中，可以看到就是对比一下，它这个颜色更丰富了。或者说我不用颜色图层，我就直接用这样图层，然后我降低透明度也可以，都可以。它这个选择，它会让整个它这个东西就是你变的不多，但是它也在变。就适合那种比较隐约的变，像你看这个头发的处理效果，就是通过这个，哎，你可以看到哈，它有那种藏色的那种变化感。同学们注意到没有？蛮有意思的，自己可以多试一下子。然后发光效果是什么样子哈？比如说像这个泛光，其实是非常好用的，同学们。就是你在对于一个画面进行处理的时候，即使那个图片不泛光，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子泛光，因为泛光真的是现在其实他们照相也老爱用泛光，泛光真的是很好用，还能出这种感觉，有那种港台的那种柔光感。点击泛光，哎，然后配合这个泛光，我再去进行一个什么？我再去进行一个透光的那种过渡。可以看到它原图有这种透光的效果啊，那我们给它做的更绝一点，给它更强调一些。比较一下这两张图片的光感，大家可以 get 到了吗？这个背景也可以加一个。OK， 这个呢就是泛光图层它造的那个发光效果。大家其实在用光效的时候都可以去
多用这种发光效果。然后我们来到柔光图层，柔光图层我个人的操作是用来什么？我个人就是用来统一它整个画面的调性。现在整个画面它是有调性的，但是，还可以再有调性一点，因为你本身你有这个黑色嘛。OK， 然后呢，我再在底下利用柔光图层，我去创造一个补色的一个颜色。我个人我真的是蛮喜欢用这个柔光图层来统一调性的。然后比如说像你身上这个黑色哈，想要做五彩斑斓的黑，就可以用刚刚的那个办法。然后我们得到这样子一个图层，它是不是跟这个画面这个色调不太融合呀？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给它渐变映射一下子，找一个自己喜欢的渐变映射。哎，比如说这个渐变映射不错。然后这两个图层选择随机选一些图层效果。对比一下子，这个色彩倾向是不是比刚刚就要丰富了很多？然后可以就着这个色彩倾向再继续进行这个画面的这个推进。然后关于这个渐变映射的这个图层这个处理哈，我之前我就是说过了，我喜欢两个不同的渐变映射搭配在一起。比如说这个渐变映射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这个渐变映射是这个样子的。进行一些个看这个对比一下，五彩斑斓的黑就做出来了，同学们。同样的也可以去做五彩斑斓的白，同样也可以做五彩斑斓各种颜色，感受到了吗？就是通过渐变映射和这个实色混合去进行的。然后最后一个是这个明度处理画面，像这个同学的这张画面，去用比如说我尽想保留这个固有色，但是呢，它这个画面它这个光影哈，同时又太呆板了，那给它去创造一个，比如说生动一点的逆光吧。进行选择，然后随便的选一个明度。看我们这样上去啊，它会显得这个画面很脏，即使用什么效果都比较脏。那么我个人就喜欢用这个明度效果，因为明度效果它是什么？它是最不容易显脏的一种效果了。
既能保留原来的这个色彩倾向，同时呢也不容易显得脏。做一下这个倒影哈，水平的倒影。然后呢，再同样的选择这个图层，去给它做一下颜色的这个处理。因为明度它虽然就是它颜色会不脏，但它颜色相对来说还是会显得比较僵一点。这个时候给它统一的去给它拉一下颜色，比如说用柔光啊，或者是颜色图层拉一下会比较好。柔光图层带一下整体的调性。哎，统一一下整体色调。做一些发光的效果。OK， 那么时间原因呢，就给示范到这儿。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柔光它对于整体这个黑白灰关系的调整，它还是非常不是柔光，它这个明度对整体黑白灰关系的调整，它还是非常非常好用的。而且它其实就是什么，它特别适合就是我先给它做黑白灰关系，然后呢，我再去给它调整整体画面这个大色调，就是把它不规则的、不均匀的这种颜色，通过这种强光啊、柔光啊或者亮光这种图层给它带起来。
OK，那么这以上呢就是我全部的，就是个人画画他会用到的一些就是后期调整的一些就是小心机吧，就是已经全告诉大家了。那么大家就是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有缘再见，拜拜。